起居摄人，每天5更天就要起床，我不敢，我绝对不干！我不要天天上朝，我不要当上班族，放我回家！我就想躺平，吃吃喝喝混日子啊！我叫宋瑶瑶，18岁，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社畜预备级。今晚店里生意爆满，我一个人端了40桌盘子。下班以后唯一的快乐就是坐在这里吃炸鸡、喝可乐，当一个快乐的废物。但是我居然吃炸鸡被噎到，着急够水打翻杯子，插座短路漏电，我当场被电死了。等我再睁开眼的时候，我穿越到了天凤国，成为了宋府嫡女。嫡女不用干活，每天吃饱了睡，睡醒了吃。老天爷终于开眼了！叮，吃瓜系统已成功绑定，恭喜宿主宋瑶瑶重生在天凤国。只要宿主在这里吃瓜攒够积分，就可以兑换各种保命道具。还绑定了个吃瓜系统，吃瓜就能攒积分，这不就是给我量身定做的吗？哇塞！这么多好吃的，宋瑶瑶啊，宋瑶瑶，你可真有福气！小鱼鱼，快乖乖进到我肚子里吧！这鱼生前是练拳击的吗？柴成这样！你有没有听见什么声音？居然还如此大胆！听见了，莫名有个女子在说话，可环顾四周无人言语，好生奇怪。这趟御膳房是不是把洗窍水和洗脚水搞混了？我现在严重怀疑御膳房是关系户聚集部，这水平放在我们现代，外卖评分不超过 2.5。谁？是谁在说话？这是谁的声音？竟然敢编排御膳！啊，算了，好歹是免费的自助餐，虽然难吃，但管饱，吃完这顿再说。哦，有节目，这编舞可以啊，比我想象的古代歌舞好看。系统，这饭菜实在难以下咽，吃的我都没胃口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快给我找个瓜来吃吃，解解闷儿。好的，正在扫描现场。经扫描成功，发现顶级大瓜。快说快说，什么大瓜？赶紧让我开开眼，这可比干饭有意思多了。前方领舞的那名红衣舞姬，其实是个男扮女装的刺客。此人是前朝一灭豢养的死士，精通缩骨功和口技。难怪，我还想说呢，这武艺也太拼了，业务能力拉满。另外，宿主有一个细节你可能感兴趣。什么细节？他为了伪装女性特征，在胸前塞了2个苹果。这也太劲爆了吧！不好，伪装彻底败露了，事已至此，无路可退，只能拼死一搏，刺杀暴君。大胆刺客，给我拿下！就这刺杀戏份也太敷衍了，连一点水花没有。古代刺客业务水平这么拉的吗？上岗不用培训，不用考核的。刚刚就观察到这女子一直走神，若朕没猜错，她就是宋怀仁的嫡女。这丫头次次语出惊人，倒是越发有趣了。这满店院的文武百官，一个个看着人模人样，绝对藏着不少黑料。正在检索中，检测到店内正有几位大臣心怀鬼胎，秘密含量超大。天啊，刚刚歌舞声太大，我都没听出来是我家死丫头，完蛋了！看陛下这神色，一定是发现是我家女儿了。别再说了，我的祖宗啊！有瓜来啦！快说快说，到底是谁塌房了？左侧第3排就是穿着紫色朝服那位通义大夫刘光绪。刘光绪看着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他能有什么黑料？这是何人的声音？凭空出现，竟然直接直呼本官姓名！宿主千万别被他的儒雅外表骗啦！这个刘光绪妥妥的软饭男，还是专吃绝不的黑心恶人。我天！吃绝户，直接放大招是吧？瞬间勾起我的吃瓜 DNA 了，速速细扒！刘光绪早年家境贫寒，寒窗苦读全靠林家倾力资助。后来林家赏识他的才华，将独女许配给他，还倾尽家财送他上京赶考，铺路仕途。可他一朝考中功名，身居官位，就翻脸不认人。送你上京赶考，苦苦规劝夫君莫忘本心。嫌弃林家商贾出身低微，又惧怕林家拿昔日恩情要挟自己，拖累仕途。为了彻底斩断过往，他狠心直接毒死了岳父。老爷，喝了这碗药，身子便会好些了。我的妈呀，这是什么顶级白眼狼、精致利己主义者？
人家倾尽家财助他功成名就，他反手给人家满门团斩，这人品简直烂到根里了。皇上，臣冤枉啊！这定是妖人作祟在污蔑臣啊！皇上，还喊冤呢？系统，他把当年毒害岳父剩下的慢性毒药藏哪儿了？就在他书房多宝阁后面第3格的暗箱里。去传赵廷，让他即刻带人离殿，秘密搜查刘府书房多宝阁后第3个暗箱，不得声张。哟，还搞暗线操作呢？这皇帝比我想的会玩啊！走，回去面圣。刘光绪，此事牵扯甚广，朕暂不与你计较。你且退至偏殿候着，无诏不得随意走动。过搜出砒霜与林家账本，物证确凿。传令锦衣卫，立刻将刘光绪拿下，打入死牢严加看管，不许走漏半分风声。此女能通晓天机，若留她在身边，朝中奸佞将无处遁形。明日上朝，我便赐她官位。御史宋航选，微臣在。朕听闻你家三女宋瑶瑶聪慧过人，明日特许上朝领赏。宋瑶瑶机警通透，心性不凡。朕今日亲封你为起居舍人，随侍帝侧，记录朝纲，伴驾听政。起居舍人，每天5更天就要起床，我不干，我绝对不干！我不要天天上朝，我不要当上班族，放我回家！我就想躺平吃吃喝喝混日子啊！快谢恩！谢什么恩？我穿越过来是享福的，我是来打工的。老天爷，你玩我！宋瑶瑶，你似乎有话要说。臣女领旨谢恩。领你个大头鬼！我宋瑶瑶发誓，这个破官我绝对不当，迟早辞了他。启奏皇上，臣有本要奏。准奏。臣弹劾起居舍人宋瑶瑶，女子为官本就荒谬，况且她毫无建树，行为粗鄙，站在朝堂上简直是丢尽了朝廷的脸面。严大人，臣女是皇上亲口册封的，你口口声声说臣女丢脸，是在质疑皇上的眼光和决定吗？本官并无此意，本官说的是你没有规矩。女子为官简直是辟计侧臣，毫无教养。我没教养。严大人天天盯着女子的裙摆和后院，看来礼部的工作确实是太小，难怪严大人有空在这里像个长舌妇一样嚼一个新晋小官的舌根。放肆！你竟敢在朝堂之上辱骂本官！你这没规矩的丫头，简直是目无尊长，目无法纪！起居舍人宋瑶瑶御前事宜，口出狂言，目无王法，恳请皇上严惩此女，以正国法。这老登死咬我不放！系统，给我查查。1. 严宽表面上是两袖清零的清流大儒，实际上他是京城最大黑书铺百花斋的幕后大老板。什么？百花斋就是那个专门卖各种禁书、艳俗画本的百花斋？没错，他的自家地下密室里还吸满了他亲自撰写的以朝中大臣为主角的艳俗八卦画本。我的天哪！严宽自己写八卦画本，都写了些什么？快让我开开眼界！比如李御史与隔壁俏寡妇爱情故事，王将军与京城第一花楼奇遇记，甚至连皇上他都写了一本霸道君王与神医小娇妃呢。这老登也太闷骚了吧！表面上满口仁义道德，背地里居然是个写艳俗小说的专业户。皇上，臣要弹劾严宽欺君罔上，私设黑房，败坏朝纲。臣复议，请皇上立刻彻查严宽，以正朝风。你们这是血口喷人！本官一生清廉，府上连余粮都无，何来黑房？何来银两？哟呵，死鸭子嘴硬。系统，他那密室和赃银藏在哪儿了？就在他卧房大床下。机关是墙上那幅高山流水图的轴心，往左转3圈，往右转2圈，暗门就开了。里面的红木箱子里还整整齐齐码着30万两金砖和霸道君王的手稿呢。御卫军听令，立刻查抄严府，若有违纪手稿和赃银，当场拿下。你们活下去，退朝。这皇帝怎么像是能够听到我心声似的，每次都这么碰巧。验证一下。老爹，老爹，听得见我说话吗？宋姑娘，
宋姑娘，这次多亏了您上次提醒，下官夫人才没中那奸人的圈套。这是夫子特意嘱咐下官，一定要亲手交到您手上的，千万莫要推辞。哎呀，孔大人客气了，本官向来急公好义，代我向孔夫人问好。一定，下官告退。发财了，发财了！居然有1000两，今天高低得去消费一把。出发了！今天就你了。这不摇本小姐看着，掌柜包起来，本小姐出双倍的价钱。这荣姑娘，这步摇是这位姑娘先看中的，这不合规矩吧？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小官之女，也配用这么好的东西？她买得起吗？检测到平阳侯府庶女容菲菲正在秘密筹划逼婚大计。哇哦，什么逼婚大计？快说快说，让我听听有多刺激！她私下勾搭嫡姐未婚夫，生米煮成熟饭，强行夺婚。你们胡说八道什么？就你这点道行，还想给林大少爷下迷药，私藏禁药，小心侯府满门获罪！骗人！我让你妖言惑众！住手！父亲，您怎么会在这里？您居然为了宋瑶这个贱人打我！闭嘴！你这个不知廉耻、自寻死路的逆女！我打的就是你！搜！给我全身上下一寸一寸的搜！这一巴掌起码有20年的功底，看得我脸都疼。居然真的是你！不要，父亲，我是您的亲女儿啊！哼，抢姐姐的未婚夫还私藏禁药，本官就是这么教你的吗？来人，把这个败坏门风的孽障给我绑回去，家法伺候。父亲，女儿知错了，求求您饶了我吧，放开我，我不要回去。荣大人，家门不幸可得好好管教，这白玉不摇，本官就却之不恭。掌柜，结账，今天这出戏值了。如今国库空虚，多地灾荒，诸位爱卿可有筹款之策？又缺钱了，系统快看看朝堂上谁最富有，整人薅羊毛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大将军司空策，这人可比国库富裕100倍。什么？司空策这么有钱？他不是个只拿俸禄的将军吗？他明面上是本朝功臣，实际上他隐藏的真实身份是前朝末代皇帝的私生子。当年大圣覆灭时，前朝皇室留下了一批富可敌国的祈福宝藏，这批宝藏被他秘密私吞了。不仅如此，他还在江南拥有一座私人金矿。我的天，私人金矿那得有多少钱啊？更重要的是，他用这些钱在北疆秘密圈养了5万精锐丝兵，正准备谋反呢。到底是谁在说话？还敢瞪我？你长得高了不起？你再瞪，我让皇帝拿大刀削你！司空策，你身为大将军，竟敢私吞前朝宝藏，在江南私开金矿，圈养私兵，意图谋反！皇上，臣冤枉！臣对大圣忠心耿耿，这定是有人恶意栽赃陷害。司空策，皇上既然在大殿上发话，自然是拿到了真凭实据，你还想狡辩到何时？系统，那金矿到底藏在江南什么地方？快把具体地址说出来，别让他死不认账。江南九华山以东30里的无名山谷内，入口处有一座废弃的茶棚，暗道就在茶棚的水井里。传朕旨意，令禁军统领即刻带兵奔赴江南九华山，按此地址查抄金矿，若遇反抗，格杀勿滥。司空策今早在大殿上被抓了，他手底下的那些余孽会不会来找我报仇啊？我这右眼皮一直在跳。宿主的直觉很准，司空策在京城暗中培养了一支精锐死士，他们已经得知是宿主泄露了金矿秘密，今晚就会派出顶级杀手潜入宋府取你性命。真当我是软柿子？还好我用积分兑换了这最强软筋散和养阳粉，只要吸入一点点，就是大罗神仙也得给我瘫在地上，看谁死得快。尝尝本姑娘特制的软筋散。这是什么毒药？
我的内力竟然使不出来了！这叫神仙岛，管你什么顶尖杀手，吸一口也得给本小姐躺平。妹妹，你没事吧？大哥放心，我一根头发都没少，倒是这些家伙全都被我放倒了。护卫大哥们，快把这些杀手身上值钱的东西都给我搜出来，这叫战利品，今晚见者有份，大家一起分。大小姐，找到了，有好几两黄金，拿着，这一半你们分了。大半夜的，保护本姑娘辛苦了，多谢大小姐赏赐。别乱动，拿你做个试验。我的丹田，我的内力全没了，你废了我的武功！太棒了，这化光伞效果果然强悍，系统出品就是靠谱。恭喜宿主，因您协助朝廷拿下反贼司空策，并成功惩治其死党，积累了大量功德值。系统，难道你要升级了？系统已成功吸收功德值，正式升级为 2.0 版本。新版本系统升级完毕，现可以让相关的人一起吃瓜。宋子，让我瞧瞧。施法加载中，正在为您播放今日京城最大八卦视频《门下侍郎于凌天的秘密》。柳娘，等孩子生下来，我就抱回顾家，说是夫人生的，忍耐些时日。顾家那老东西没儿子，以后中书应府的一切还不都是我儿子的？天哪，这于凌天平时不是京城有名的宠妻狂魔吗？居然在外面养外室，还想用私生子混淆血脉，霸占他岳父中书令顾大人的家产。这位仁兄的演技一流啊，不去唱戏可惜了。于凌天，你这个畜生！大人，发生何事了？把府里所有的护卫都给本官叫上，拿上棍棒，跟本官去天水巷。本官要活撕了那个白眼狼！我有预感，有热闹看了。好戏看啊！顾氏，你这成何体统？柳娘肚子里怀的可是我们于家的骨肉。你的骨肉，你当年得过重病，早已不能生育。这满京城的大夫都能作证，你哪来的骨肉？笑死我了，这大绿帽子戴的真结实。柳娘的孩子不是他的，他居然还以为自己要当爹了。这不可能！柳娘亲口告诉我这是我的孩子。这是干什么？奉大人之命，于凌天生行败坏，剥夺其门下侍郎官职，立刻净身出户，逐出京城。今天的瓜真甜，活该。宋姑娘，这次多亏了你，才没让那贼人霸占我顾家家产。这是5000两银票，区区薄礼，请姑娘收下。哎呀，顾夫人真是太客气了，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宋姑娘，那是宋夫人吗？完了完了，刚刚才收到的私房钱，不如跑吧。啊，疼，轻点儿！交出来！还好最后溜走了，不然就被娘全没收了。糖葫芦，买糖葫芦喽！好嘞。这不是宋家出了名的蠢货宋瑶瑶吗？好狗不挡道，识相的给我让开！大路朝天，各走半边。秦姑娘眼睛要是不要了，可以捐给有需要的人。这就是秦太傅家那个心高气傲的嫡女秦梦丫。孔子刚才把她的底细抖给我了，她根本就不是秦太傅的嫡女，只是个洗脚布小妾，跟外面的野男人偷情生的私生女。你闭嘴！你在这里胡说八道什么？我今天就撕烂你的嘴！筒子，开启物理反弹保护罩。物理反弹保护罩已开启。
我的脸好痛啊！真是期待秦尚书知道真相的反应，想必一定会很精彩。大人，查到了，当年接生婆临死前留了口信，真千金确实被换到了乡下，如今正在周家庄受苦。逆妾胆大包天，来人，备马，随本官去周家庄接回大小姐。姐姐，是父亲要我们接你回家的。青青啊，你在乡下受苦了，这是母亲特意为你熬的补汤，快趁热喝了吧。是啊，姐姐，喝了这碗汤，以后你就是尚书府的大小姐了。住手！老妖婆，光天化日就敢下毒杀人灭口，真是好大的胆子！宋姑娘，你胡说什么？这只是普通补身体的参汤。毒妇，把这2个毒妇给我拿下！父亲，大儿是无辜的，求你别赶我走。宋姑娘，要不是你，我早就没命了。你的大恩大德，我无以为报。举手之劳，以后有我罩着你，没人再会欺负你。我的儿啊，快醒醒！谁来救救我的孩子？他被麦芽糖卡住了！我来。这卡得太深了，神仙难救啊！神医啊！一下子就把人救活了。这是宋御史家的宋姑娘吧？真是神人啊！举手之劳，举手之劳。宋姑娘今日在街头救人的奇术，真是让本王大开眼界。小事小事，您是？这位是六王爷。感觉这个人不简单。哈哈哈，可不是嘛！我跟你说，当年他落水濒死，被当时出宫上香的安国公大小姐救起，并悉心照料。因为他不便暴露身份的缘故，照料之事他交由婢女江柔儿代之。他清醒后，眼前只有江柔儿，便认定救他的恩人是江柔儿。后来两家联姻，欧若轩以安国公大小姐的身份嫁入王府，做了正妃。但是他把是自己救了六王爷这件事当作秘密藏起来了，本来也算相安无事。直到他发现了六王爷勾结外敌的罪证，江柔儿跟六王爷说欧若轩可能会告发他，就这样欧若轩被秘密关押了起来。渣男，这下有苦头吃了。若轩，几年前救下我的，是不是你？我不是让你恶心，是贱人吗？本王错了，本王被江柔儿那贱人蒙蔽了双眼。王爷，皇帝要召你，现在这样进来的。皇上他很生气。等我回来。老六，你宠妾灭妻，虐待发妻，简直枉为人子。欧家满门忠烈，岂容你这般践踏？朕今日便下旨，强令你与欧氏和离，从此你与欧氏男女婚嫁各不相干。父皇，儿臣知错了，求父皇收回成命，儿臣不能没有若轩。来人，带他下去，朕不想看到他了。我错了，不行，我不能离开若轩。南方水患连连，堤坝屡修屡垮，诸位爱卿可有治水良策？皇上，臣女有一配方，名为水泥，此物由石灰石、粘土等物烧制，用它修筑长堤，可保百年无忧。哦，竟有如此神物！快把奏折拿来，传工部立刻按此方烧制。皇上，你要为我们孤儿寡母做主啊！我儿4月
远昨日在街上竟被人无故套了麻袋，痛打了一顿。这誉王不是当年青楼里争风吃醋、喝醉酒失足摔死的吗？怎么变成战死沙场了？皇上，也为我们孤儿寡妇做主啊！思远昨日在街上竟被人无故套了麻袋，痛打了一顿，如今躺在府中动弹不得，浑身是伤啊！竟有此事！朝堂之上，谁敢对誉王遗孤动手？宿主，找童子有什么事呀？童子，这窦思远怎么被人打成猪头了？不过他爹誉王真那么伟大，是战死沙场的英雄？才不是哦，童子调取到前誉王的生平啦。8年前，誉王在边境时，偷偷带着千兵乔装去敌国酒楼啦。他为了抢一个女子和恶霸打架，喝得烂醉，从2楼摔下来，当场摔断脖子死掉喽。我的天哪！这战死沙场的誉王，其实是在青楼里争风出次摔死的，这也太丢人了吧！皇上，这是妖言惑众，是有人恶意污蔑先夫。那窦思远为什么被打呀？是不是也去酒楼抢人了？才不是呢！窦思远在京郊强抢民女，还在誉王府后头建了地下暗室，关了50多个无辜百姓。竟有此事！他逼那些百姓没日没夜干活，已经害死10几个人了。昨天他去抓逃跑的民女，被路过的侠士套麻袋揍了一顿。假的，这都是妖言营众。思远一向乖巧，绝不可能做出这种。皇上，你可千万别信！才没有冤枉他。誉王府后山梅林下面有机关石门，转一下第3块青砖就开了。现在派人去一抓一个准。大理寺卿，臣在。你立刻带一队御林军给朕去搜誉王府后山，若查出半点证据，立刻将誉王飞羽捉拿归案。启奏皇上，臣已搜查完毕，在誉王府后山梅林下果然发现暗室，里面囚禁了30余名奄奄一息的百姓。好一个誉王府，简直无法无天！来人，将誉王妃即刻打入死牢，窦思远伤愈后一并收押，等候秋后问判。查封誉王府所有家产充公。组织好厉害，又揪出一个大坏蛋。宋御史之女宋瑶瑶现水泥秘方有功，又屡次为朝廷揭露奸佞，朕特赐你黄金1万两，绸缎100匹，免死金牌1枚。臣女谢皇上隆恩，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二妹，这是大姐特意为你准备的养神茶，你快尝尝。宿主，这个瓜子好香，童子还要。系统，这韩金温脸色白得像鬼一样，是不是身体有什么大毛病？他前天刚查出绝症，只剩不到半年活头啦。不过他可没安好心，这杯茶里下了劣评平药哦。你为了你儿子的前途，竟然不惜毁掉我的一生。郡主，这可是长姐特意调制的养颜露，您尝尝。养颜？那本郡主可得多喝点。天哪，韩曼曦竟然把药下给了刚姐禁足足200斤的幽平郡主。哇，将计就计，200斤郡主配弱不禁风的安国公长孙，这下有好戏看喽！放开我！放开我！快放开我！你这疯女人！好大一块冰，跟本郡主一起凉快凉快。你们大奶奶气绝了！童子，这男的是谁啊？哭得这么伤心，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他媳妇儿死了呢。他叫杜奕成，根本不是来吊唁的，是来装深情骗贵妇的。他表面是谦谦君子，实际上是个烂赌鬼。烂赌鬼？他娶妻就是为了用女方的嫁妆还自己的天价赌债。这杜奕成真是个败类。那杜奕成不是已经成亲了吗？他娘子是不是就是那个穿蓝衣服的梅映雪？宿主，是的，梅映雪是江南巨商之女，
当年带着10万两白银的丰厚嫁妆嫁进杜家，成婚3年，杜一成借口要专心备考，一直搬在书房住，从未与梅应书同房。真惨，那梅应书就没发现不对劲？没有，杜一成一边冷落他，一边借口读书需要打点，把梅映雪的嫁妆银子和铺子全骗了。今天他还在西街槐树胡同的小院里，用梅映雪的钱给那外室大摆生辰宴。去，把父亲送给我的20个护运全部叫上，随本夫人去西街槐树胡同捉奸。娘，快走，吃瓜去。给本夫人把这扇大门砸开！夫人，你听我解释，此乃误会，我不过是在此与友人探讨诗词。探讨诗词？探讨到床榻上去了吗？杜一成，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这是本夫人给你的休书。自古只有夫休妻，哪有妻休夫？梅映雪，你竟敢大逆不道！是你骗婚在先，还侵占我梅家10万两嫁妆。来人，把院子里所有用我嫁妆银子买的东西全给我搬走，一片纸也不许留下。梅映雪，你疯了！我要去衙门告你！礼部尚书员外郎杜一成，有人告你侵占他人巨额财产，德行败坏，跟我们走一趟吧。不，本官是朝廷命官，你们不能抓我！太爽了，就该这样，让这个软饭硬吃的渣男吃牢饭去吧。大冷天吃火锅简直是人间美味。宿主又有大瓜，你要听吗？听，快说，是谁的瓜？詹事府少詹事郭洪说的瓜来了。郭洪说，我记得他平时在朝堂上不显山不漏水的，看起来老实得很，他能有什么瓜？今日上朝之人并非本人。我操，天天上朝的不是他本人，那去上朝的是谁？他难道会分身术？还是有人假冒朝廷命官？这可是要诛九族的大罪啊！童子，你快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郭洪祥怎么会有替身？郭洪相其实有个双胞胎哥哥，名叫郭洪明。当年因为双生子在郭家被视为不祥之调，哥哥郭洪明便一直被藏在暗处，成了郭洪炫的影子暗卫。两人长相声音毫无二致。我的天，居然是双胞胎！那他为什么要让哥哥替他去上朝？他自己干嘛去了？郭洪瑶前阵子带回来一个叫阿依木的苗疆女子，那女子对他下了情蛊，导致郭洪瑶现在一日见不到他就会浑身痛苦。为了能日夜守着阿依木，他便命令哥哥郭洪戴上他的官帽去上朝。这也行。那他家里的妻子呢？天天不回房，妻子就不怀疑？宿主，郭洪霄为了那个苗疆妖女，新婚之夜竟然装作突然发羊蝶疯，对外谎称自己染了不可干人的隐疾。结婚这几年，他借口治病，把原配夫人一个人锁在正院守活寡，连碰都没碰过她一下。他自己却在后院密室里天天跟那个苗疆妖女寻欢作乐。我操，让明媒正娶的妻子守活寡，自己跟妖女在密室鬼混，这渣男也太恶毒了吧！不仅如此，那个阿依密根本不是普通女子，而是苗疆重金通缉的要犯，更是大齐暗中捉拿的敌国细作。通敌卖国的细作，这郭洪轩为了美色，真是连九族的命都不要了。皇上已经通过新生得知此事，今日一早便派禁军查抄了詹事府，郭洪炫及其九族全部被押入大牢，即日问斩。二人自有天收，活该。警报！宿主，前方蒋尚书府的送丧队伍有异样，棺材里有微弱的生命体征。
什么？棺材里有活人？是的，棺材里的蒋家嫡女蒋曼青根本没死，她是被继母温氏下了假死药，要将她活活闷在墓穴里殉葬。站住！不许走！你是哪家的姑娘？为何阻拦我尚书府的丧队，惊扰了我王女的魂魄？你担待得起吗？你少在这里假惺惺！棺材里的蒋姑娘根本没死，你给她下了假死药，是要活埋她。胡说八道！来人，把这个满口胡言的疯丫头给我赶走！金章允大人，救命啊！这里有人要活埋尚书府嫡女。何事喧哗？大人，棺材里是活人，不信您现在就开棺，再晚就来不及了。大人，死者为大，岂能随意开棺惊扰死者？这绝对不行！来人，把棺材给本官撬开！大胆温氏，光天化日之下谋害嫡女，人证物证俱在，你还不速速招认？大人冤枉啊！臣妇当时摸着大姑娘确实没了气息，这才痛心办了丧事。大姑娘如今活过来，定是神迹显灵，臣妇怎敢谋害她呀？你撒谎！分明是你强行灌了我一碗药，我便浑身麻痹，动弹不得，只能任由你将我装进棺材。若非宋姑娘，我早已被你活活闷死在墓穴之中。这个温氏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系统，快帮我搜搜这毒妇的底细，我不信她手里就这一条人命。第一，宿主温氏在京郊有一座私采的黑矿，他常年指使心腹在京城及周边涉害年轻健壮的少女，送去黑矿做苦力。截至目前，已有数十名无辜少女被折磨致死，就埋在矿山后山。天哪，这个毒妇简直是丧尽天良！温氏，你除了谋害嫡女，竟还在京郊私设黑矿，涉害多名少女做苦力，你罪大恶极！大人，您怎么会知道？罪妇温氏，草菅人命，罪不容诛，判囚后问斩，即刻抄没其所有私产。来人，押下去！恶人自有天收，这下可真解气。第一，宿主前方精玉新瓜。这个武英红是谁？怎么个时间管理法？武英红，寒门穷秀才，不仅生得一副好皮囊，手段更是了得。他同时脚踏6条船，交往的6位女子全都是京中正5品以上官家的千金小姐。6个，还全是官家千金，他就不怕撞车吗？他当然怕，所以他每次约会都精确计算。比如辰时陪兵部侍郎家的刘小姐在东街赏花，4时他借口去书院，转头就去西街陪吏部中书家的王祖讲喝茶，5时他陪礼部侍郎家的周小姐吃午膳，未时又约了鸿胪寺少卿家的赵小姐游湖，连送的礼物说的话都做了详细的账簿记录，绝不记混。我的天，这哥们要是把这心思用在科考上，状元都考上了吧？那他是怎么翻车的？因为他最近实在太忙，送情书和香囊的时候送错了，他把写给刘小姐的情诗送到了王小姐手里。经典翻车手段。王小姐拿着情诗越看越不对劲，便顺藤摸瓜找上了刘小姐，结果2人一对账，发现不仅收到的诗词一模一样，连约会的话术都分毫不差。精彩，太精彩了！那其他所谓呢？他们2个顺着线索往下查，很快把另外4位千金也找了出来。6个姑娘在茶楼里一碰头，核对完所有细节，当场气得砸了茶盏。要我也砸！那他们现在打算怎么治这个渣男？他们决定联手报复。就在刚刚，他们6人共同写了一封信，借口要给他一笔银子进京赶考，将武英红约到了城外一处极为偏僻的废弃柴房里。现在那6位千金带了10几个高大威猛的家丁，已经把柴房围得水泄不通，正准备对武英红动手呢。系统，快给我定位那个柴屋，这种名场面，本姑娘必须去现场亲眼看看。
个无耻之徒，竟敢将我们姐妹几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各位小姐饶命啊！小生一时糊涂，再也不敢了。你不是最喜欢用这双手写情书骗人吗？今日我便废了你这双手。你不是最喜欢用这双腿到处跑着去骗人吗？今日我便废了你这条腿。啊！我的腿！来人，将这瘸子扭送官府，告他欺诈官家钱财，让他把牢底坐穿。系统，今天商户王富贵娶继母，听说排场挺大啊。宿主，这王富贵娶的是柳家庶女柳柔柔，但这婚礼待会儿可有一出惊天大戏。大戏？什么大戏？快说！王富贵的大女儿王茜茜原有一个定了亲的未婚夫，可那未婚夫竟然和即将进门的新媳柳柔柔私通，连孩子都有了。这关系简直震碎我三观！一拜天地！西西，今日是我与柳姑娘成婚之日，宾客满堂，你这般闯进来，成何体统？父亲，您怎么同他一道过来了？父亲，柳柔柔，今日我必须把话说清楚。我与柳家公子自幼定下婚约，本是一桩美事。可柳柔柔三番五次在兄长面前诋毁我，捏造不实闲话，搅乱我们之间的情谊。如今父亲反倒要娶她进门，往后我日日要与离间我婚约的人同在一个屋檐下，我实在难以接受。你怎能如此不分轻重？她是柳家送来的续媳，两家早已定下婚约，婚事岂能说变就变？她是你未来继母，你万万不可这般无礼。我并非有意闹事，只是心中委屈无处可说。柳柔柔一心破坏我的婚事，如今又要做我的继母，家中往后相处只会矛盾不断。柳老爷子，今日我也想请您评评理，令女这般行事，难道就全无半分过错吗？此事确实是小女柔柔行事不妥，是我平日疏于管教，才让她生出这般小心思，搅乱西西与我儿的婚约。今日前来，只是两家婚事已定，栾城为此事致歉，还望西西消消气。往后家中诸事，我定会约束柔柔，不让她再为难你。清月，今日秋雨大考，切莫紧张，发挥出你平时的水平即可。父亲放心，儿子定当竭尽全力。二哥，等一下，这是我让厨房特意给你做的必中状元糕，我送你去公园。好，那就有劳小妹了。小妹，回去吧，天冷，不用在外面守着。二哥加油，你苦读了这么多年，这次一定能高中状元。警告！警告！检测到本场科考存在严重舞弊行为。什么？科举舞弊？这可是掉脑袋的大罪，谁这么大胆子？主考官赵大人收受了扬州富商及京中高官共计10万两白银，他已将本次秋闱的考题和标准答案提前泄露给了14名作弊学生。10万两白银？我二哥每天晚上读书读到眼睛生疼，他们居然靠买题就能高中，这公平何在？系统有证据吗？证据已生成，这是主考官的受贿账本，以及那14名作弊考生的藏题位置，全部记录在册。何人胆敢在贡院种地，击鼓喧哗？民女宋瑶瑶举报本场科考主考官赵大人收受贿赂，泄露考题。来人，随本官封锁考场，立刻搜查。大理寺少卿，你竟敢擅闯考场，这成何体统？赵大人，有人举报你收受10万两白银泄题，跟本官走一趟吧。冤枉啊！本官没有。把刘文、王琦等14人给本官揪出来，当场搜审。
他也是同伙，这卷小抄就是从他身上掉出来的。学生没有，这纸团是赵大人刚才强行塞给学生的。考场仗地，容不得半点虚假。你如何证明自己的清白？我能证明，这老家伙死到临头还想拉我二哥垫背。系统，快把刚才他栽赃的画面放出来。收到，全息投影录像功能已开启，正在当众播放。这是什么妖术？铁证如山，来人，将这贪官押入大理寺死牢，听候发落。宋公子，误会已清，请继续答卷，祝公子金榜题名。捷报！江宁府宋青云高中本届秋闱第1名，连中3元，喜夺状元。太好了，我二哥果然是凭真本事拿的状元，看谁以后还敢质疑。杀人了！皇城根下的护城河里捞出女尸了！什么情况？天子脚下，谁这么大胆子杀人？死者是京城最大青楼的头牌，而杀他的人是当今朝中某位因一品大员的独子。这女尸身上还藏着一份能让半个朝廷彻底覆脉的惊天名单。宋姑娘，真巧。吴公子，你这脸色怎么比鬼还难看？家里出事了？系统，快查查，这吴锦麟怎么一副大难临头的样子？他家确实大难临头了，他爹乌太傅和他大哥乌大公子现在正为了同一个女人要断绝父子关系呢。父子俩抢同一个女人，这也太刺激了吧！这女人是谁？这女人叫媚儿，表面上是春风阁的退隐花魁，实际上是北齐派来的敌国细作，专门用美色和迷药勾引朝中重臣。这细作把乌太傅骗走了3处大庄子，又吊着乌大公子骗了他5万两私房钱和兵部机密图，现在乌家的家底几乎被他搬空了。天哪，这父子俩是猪脑子吗？被同一个女人骗光家产，居然还没发现对方是同一个人。因为那细作2头满啊，今天那细作在城西的杏花别院设宴，结果时间记差了，把父子俩都约在同一时间过去了。现在那别院里正闹着呢。这2个糊涂东西，简直丢尽了吴家的脸！哎，吴公子，你等等我！逆子，你竟敢跟老子抢女人！爹，媚儿真心爱的是我，你都一把年纪了，就别在这丢人现眼了。都给我住手！你们看看自己像什么样子？为了一个敌国细族，连脸都不要了吗？锦麟，你胡说什么？媚儿姑娘清白之身，怎会是细作？哼！将这妖女拿下，搜查她的房间。来人！公子，搜到了，这是吴家的地契、银票，还有一封羊皮纸密信。这上面竟然记录着天远马场的兵力部署和战马数量。陛下，臣要弹劾镇守边关的裴将军通敌卖国，私吞军饷。裴将军暗中与北齐守将通信，意图出卖我朝边防图，请陛下明察。
第一，检测到严重军情，正在弹劾他人的给选中王之放真实身份为北齐潜伏间谍。什么？这个王之放是间谍？他不是10年前的金科状元吗？宿主，真的王之放10年前在回乡省亲途中就被这个北齐杀手劫杀了。这杀手精通易容术，顶替了王之放的身份。实际上，他全家上下全是北齐派来的间谍。天哪，冒名顶替10年，连全家都是假的。那真正的王之放呢？难道已经被杀了？没死。这假货为了拷问王家的秘密，把真状元折磨得双腿残疾，关在了他京郊别院的地牢里。陛下，臣对大朝忠心耿耿，绝无二心啊！那地牢具体在哪儿？快救人啊！就在京城城东30里的槐树村王府别院。别院后花园有一座假山，转动假山上的第3块青砖，假山后就会露出一口枯井，枯井底下就是暗道地牢。放肆！御林军，立刻给朕把这个乱臣贼子拿下！陛下冤枉，臣是真状元，这是妖言惑众。大理寺卿听旨，你立刻带兵前往城东槐树村别院，按刚才所言搜查枯井地牢，若找到真状元，即刻解救。至于别院里的王家假圈属，一律拿下。陛下，臣带兵搜查城东别院，果真在假山枯井下的暗室里救出了真正的王状元。真王状元双腿已被折断，浑身是伤，臣已派人送去太医院。此外，臣还在别院搜出了北齐密信10余封，王家所谓的家眷，经查验全是不懂汉语的北齐杀手。好一个齐天大皇！裴将军忠心护国，却被这细作险些构陷致死，立刻800里加急，传朕指付裴将军兵权，重赏。这假货在京城顶替了10年，他怎么能升官升得这么顺？难道朝廷里没人怀疑他？他能一路高升，是因为朝中一直有人在背后极力举荐他，帮他遮掩。是谁这么大的狗胆，居然给北齐细作当保护伞？就身在大殿左侧第3位的中书左散骑常侍蔡明科蔡大人。蔡明可在10年前就收了北齐5万两黄金，帮这个假货伪造了身份。这次陷害裴将军的通敌信件，也是蔡明可利用中书院的便利，悄悄盖上公章送出去的。我的天啊！原来蔡明坤才是大朝最大的内奸。陛下饶命！臣是一时糊涂，臣是受了那北齐细作的胁迫啊！陛下，臣对大朝绝无二心，臣是被那北齐细使用家人的性命要挟，臣才不得不帮他隐瞒啊！蔡明坤可真能编，什么被要挟？他全家上下根本都是叶昂国潜伏在大朝的奸细。叶昂国？他刚才不是还和北齐细作勾结吗？怎么又是叶昂国的了？因为北齐和叶昂国早就暗中结盟了。这蔡明坤来大朝潜伏了20年，他真正的祖籍其实在叶昂国，而且京城最出名的天远马场就是蔡明坤在幕后一手建立的，那根本不是什么普通马场，而是叶昂国设在大朝的情报据点。天远马场？那地方不是京城官员和公子哥最爱去的吗？对啊，那马场里专门训练并送出兽马给朝中官员当侍妾，那些女子全都是受过训练的间谍，专门用来窃取大朝机密的。去过那里的官员大半都着了道。通敌卖国，祸乱朝纲，蔡明坤，你该当何罪？昏君，去死吧！皇上小心！将蔡明坤押入死牢，满门抄斩。传朕口谕，大理寺御史堂即刻联合办案，凡是去过天远马场的官员，一律停职查办，严加审讯。老爷，大小姐，不好了！三公子在回京路上遭遇不明杀手伏击，现在性命垂危。宋大人，公子的手筋和脚筋全被利刃齐根挑断，老夫已经尽力止血，但他这辈子怕是再也站不起来，也拿不了刀了。
我的景儿啊！他明明刚在军营比武夺得桂冠，怎么回京路上就遭了这种毒手？到底是谁，竟敢在京郊对朝廷命官痛下杀手？系统，快帮我看看三哥的筋骨断了多久？系统光城里有没有能接好筋骨的药或者仪器？宿主放心，断裂时间未超过2个时辰，可以使用系统空间内的微创生物光缝合仪进行手术。只要结合得当，不仅能痊愈，还不会留下后遗症。爹娘，大夫，你们先出去守着，把房门关紧，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不准进来。瑶瑶，你这是要干什么？师尊曾传授我一套续筋接骨的隐秘奇术，不能有任何人在场打扰。再耽搁下去，三哥就真的废了。好，我们这就出去。瑶瑶，你一定要救救你三哥。系统，开启手术空间，准备局部麻醉和微创缝合仪。滴，空间已开启，已为患者实施局部麻醉。现在给我查，到底是谁对我三哥下这种毒手？宿主，凶手是安宁侯娄淑云。在这次军营比武中，娄淑云败给宋吉，只得了第2名。他心胸极度狭隘，心理扭曲，无法见实败，便雇佣了江湖间杀手，在宋吉回京的必经之路上设伏，故意挑断了他的手脚。宋姑娘，你拿根烧焦的木头疙瘩，难道是要在纸上写符吗？孔子，这家伙就是娄淑雨吧？看起来人模狗样的，下手却那么狠。今天本姑娘就先在绘画上砸了他的招牌。宿主，娄淑雨最得意的就是他的画作，系统已为你兑换大师级素描技巧，用你手里的特制炭笔开始展示吧。这怎么可能？这画上的人竟然和主考官一模一样！大人，小女画完了。神迹，这简直是神迹！这人像就如铜镜中所照一般，连毫发都分毫不差。本场比试第1名，宋瑶瑶。一个黄毛丫头也敢抢本侯的风头，去，在接下来的比赛用具上做点手脚，本侯要让他在接下来的比赛里输得体无完肤。第2场算学比试，此题乃古法9章算术之精髓，谁能在1个时辰内解出，便是此局胜者。此等难关，本侯已有解法。宋姑娘，你若是不行，现在认输还来得及。就这，不就是个简单的多元一次方程组吗？本姑娘闭着眼睛都能写出来。回考官，我已经算出来了。答案是甲库有粮3000担，乙库1200担，丙库800担。分毫不差，你竟然这么快就解出来了！最后一场作诗，以秋字为题，限时1刻钟。安宁侯这首五言于居，字句工整，意境深远，堪称佳作。那小女也做一首诗，名叫《登高》。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此诗一出，大朝100年内无人再敢写秋。此局，宋瑶瑶夺魁。娄淑雨，就你这点本事，也配跟我比？真是垃圾！我要宋瑶瑶那个贱人死！侯爷放心，今晚他绝见不到明天的太阳。动手！把他给我碎尸万段！什么？早就防着你们了。这系统商城的高效麻醉气雾剂效果怎么样？宿主放心，吸入1口，大象也能在3秒内倒地不起。不好！
果然是你啊，安宁侯！你打碎我二哥手脚骨头的时候，不是很得意吗？今天本姑娘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这药会让你筋骨尽废，更别想发出声音。系统，把这几个垃圾全部扔到安宁侯府的大门口去。收到。老爷，不好了，公子被人打晕了！皇上，昨夜犬子在自家门前惨遭毒手，手脚筋尽断，口不能言呐！定是宋家因为前几日的比试公报私仇，求皇上给老臣做主啊！安宁侯，凡事要讲证据，休要含血喷人。启奏皇上，臣女这里有安宁侯府楼书号多年来残害无辜学子的铁证。3年前，算学天才李默双手无故被废；2年前，画技卓伦的张如双目失明。这些受害者皆是在比试中赢了娄书宇的人，全部是娄书宇暗中买凶所为。混账！安宁侯府竟养出如此丧心病狂、残害朝廷栋梁的逆子！传朕旨意，安宁侯府即刻褫夺爵位，抄没家产，全族流放宁古塔。庶人娄书宇押入死牢，择日问斩。冤枉！陛下饶命啊！陛下饶命！臣冤枉啊！瞧瞧姑娘，今天这豆腐多少钱一斤？要是能陪哥几个喝一杯，这摊子我们全包了。你们别乱来，再不走，我就喊人了。住手！光天化日之下，你们竟敢调戏良家妇女，有我在，休想动巧巧姑娘一根头发！哎呦！巧巧，快跑，别管我！阿祖，你没事吧？你别管我了，快走啊！这大清早的就演这出，这男的被打的也太假了吧？倒地姿势还挺讲究，身上的衣服破的也太对称了。宿主，这小子根本不是什么穷书生阿祖，他是刑部员外郎之子雷耀祖。什么？官二代？他穿成这样在这演戏？他看上了关巧巧，更看上了关家祖传的秘制豆腐配方。这几个地匪就是他花钱雇来的，目的就是演一出英雄救美，等关巧巧感动，他就能人财两得。真是个下三滥的渣男！真是个下三滥的渣男，用这种下作手段骗人家姑娘的感情和家产，我今天非拆穿你不可！雷大公子，你这戏演得不错啊，不过你装穷也装得专业点。你那破外衫底下的衬衣可是苏杭上等的共尊云丝，一匹值100两银子呢。你胡说什么？我只是个穷书生。什么雷大公子，我听不懂。听不懂？那这2个地方怎么手里还拿着你雷府的腰牌呢？宋姑娘，这是怎么回事？关姑娘，你被骗了。这人是刑部员外郎的儿子，他故意找人演戏调戏你，就是为了骗你的秘制配方。你这个贱人，竟敢坏本公子的好事！坏你好事又怎样？来人，给我打！别打！我是刑部员外郎之子，你们放肆！打的就是你这个骗财骗色的垃圾！戴姐姐，你这是怎么了？为何脸色如此难看？是瑶瑶啊，没什么，只是昨夜没睡好。耿明他这几日身子越发不好了，我却连个好大夫都请不起，真是没用。戴姐姐真是个痴情女，叶家都败落成那样了，未婚夫叶耿明瘫痪在床3年，她居然还不离不弃的照顾。宿主，你可别同情那个叶耿明了，他根本就没有瘫痪，他是装的。什么？装瘫痪？还装了整整3年？没错。叶耿明为了试探戴书皮对他是不是真心，是不是愿意跟他同甘共苦，就故意演了这么一出。这人有病吧？试探3年？更变态的在后面呢。他装作瘫痪卧床，故意让他大冬天去冰河里给他洗衣服、砍柴，还逼着他没日没夜的熬瞎眼睛做刺绣，赚回来的买药钱全被他偷偷扔进了火盆里。他就想看他为了他能卑微到什么地步。这也太变态了！
为了满足自己的掌控欲，把未婚妻当奴隶一样虐待，这种人渣不给他点教训，天理难容。瑶瑶，你这是干什么？大姐姐，我最近学了一套神医针法，专治各种疑难杂病和瘫痪。走，我带你去给叶耿莹治病。舒贝，你回来了。这位姑娘是？她是医。我是帮戴姐姐来给你治病的，专治瘫痪。不，你不要过来！姑娘，我这腿早就废了，一点知觉都没有。哎，你还是别白费力气了，治不好的。叶公子放心，我这一针扎下去，保管让你终生难忘。痛死我了！耿明，你的腿，你不是瘫痪了吗？戴姐姐，你还没看明白吗？他这腿好得很，他装瘫3年，就是为了试探你是不是真的贤惠，好让你白白伺候他。叶耿明，你这个畜生！你骗了我整整3年，让我像个傻子一样伺候你！舒贝，你听我解释，舒贝。舒贝，舒贝，我都是因为太爱你了才想试探你啊！去你的试探！今天我们就退婚，把我这3年花在你们叶家的银子，全部一分不少的吐出来！你们听说了吗？那叶敬明平时装的像个君子，没想到是个装瘫的王八。现在戴家退了婚，把银子全要走了，叶家已经彻底破产，沦为乞丐了。宿主，恶人自有恶报，今天可是战王大婚的日子，连最不务正业的七王爷也回京了。七王爷就是那个传闻中性格乖张、整日游手好闲的萧怀宇。哇，这就是传说中的七王爷，长得也太妖孽了吧！这眉眼，这身段，简直就是个极品美男。宿主，你清醒一点，别被他的美色给骗了。他表面上是个不务正业的闲散王爷，实际上心思深沉的很，正暗中筹谋夺嫡大计呢。夺嫡？就他这副整天只知道喝酒享乐的样子，拿什么去跟别的皇子争啊？所以他才盯上了林阁老的嫡长女林妙雨啊。林阁老门生故事遍布朝鲜，七王爷计划在3日后的庙会上设计一场英雄救美，让林妙雨对他死心塌地，从而顺理成章地迎娶她。又是这种烂煞街的套路，不过能娶到林阁老的女儿，确实能让他实力大增。娶林妙雨只是第一步，他最狠的地方在于已经准备好了慢性绝子药。什么？成婚当晚就下绝子药，这也太恶毒太下弱了吧！他打算在成婚当晚就给林妙雨服下，让他这辈子都生不出孩子。林妙雨好歹是名门闺秀，他怎么能这么狠心？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林妙雨好过，他只是想榨干林家的所有势力和资源，等他踩着林家的肩膀夺得皇位之后，就会立刻找借口除掉林家。简直就是个过河拆桥的白眼狼弟，难道不想要嫡子来继承大统吗？为什么要绝了林妙雨的嗣？因为他心里早就有了一个人，绝不容许别的女人怀上他的骨肉。他做这所有的一切，去夺嫡，去算计林家，全都是为了将来能扶持他一直秘密在外面的那个心上人，那个出身平民的医女白月光。扶持他一直秘密在外面的那个心上人，那个出身平民的医女白月光。陛下，臣恳请陛下为老臣做主啊！林爱卿，今日是战王大婚之喜，你这又是为何？臣要弹劾七王爷，
他狼子野心，企图在迎娶臣女当日痛下橘子药。他不仅要绝臣女的后，更企图榨干我林家，再将我林家满门抄斩。求陛下恩准臣女与他退婚。父皇，林阁老这是血口喷人，儿臣对妙语一片真心，绝无此意啊！陛下，臣女能证明，绝子药就藏在七王爷城外别院暗室中，而且那名医女正好也在那儿等着七王爷。荒唐！来人，传朕旨意，立刻派禁军搜查七王爷府以及他在城外所有的别院。父皇，启奏陛下，末将在七王爷城外别居暗室中搜出慢性绝子药1瓶，并当场抓获一名自称其心上人的医女。好一个忤逆不孝的畜生！这便是你口中的绝无此意。父皇饶命，儿臣知错了，儿臣再也不敢了。皇上，此事证据确凿，姬皇子如此行事，意图害其夺嫡，枉为皇子，恳请陛下为微臣主持公道，还朝堂一个朗朗乾坤呐！传朕旨意，将那蛊惑皇子的贱婢即刻处死，废除萧怀玉王爵，贬为庶人，终生幽禁别园，无诏不得出。痛快，干得漂亮！这种心思歹毒的渣男，就该是这个下场。看他以后还怎么害人！谢主隆恩，如果没有您的明察秋毫，微臣的女儿还有家产都将不复。爱卿免礼，林阁老劳苦功高，朕也只是还了你一个公道罢了。陛下，不好了！天玄国使臣团提前抵达京城，已经到了午门外了。天凤皇帝陛下，我天玄国此番出使，特带了2道难题，想请天凤朝的青年才俊们指教一二。使臣请讲。此乃我天玄国国宝极品9连环，若天凤国有人能在半个时辰内将其完整解开，我天玄愿奉上骏马1000匹。但若解不开，那便请天凤国将边境的幽州等3座城池割让给我天玄国。狂妄自大，区区一个铁环也敢觊觎我天凤国土！林阁老先别急着动怒，这还有第2道算术题呢。此乃无解算术题，若2题皆败，这割地之事还请陛下莫要推脱，早做准备。这9连环环环相扣，根本无迹可寻。这算术题更是闻所未闻，根本算不出来啊！哈哈哈哈哈哈！堂堂天凤国，号称人杰地灵，难道竟无一人能解此题吗？真是让本使臣大失所望。行了行了，别在这大吼大叫了。就这也配叫难题？又是何人，竟敢在御前大放厥词？这有什么难的？不就是我们那儿3岁小孩玩的幼儿园玩具吗？哼，若你解不开，可别怪本使臣没给你台阶下。这也太简单了吧！在我们那儿，这不过是开发幼儿智力的小玩具，真当是什么稀世珍宝了。这怎么可能？你竟能如此轻易解开？好，宋姑娘果然聪慧过人，真乃我天凤国之幸。使臣大人，这第1局可是我们天凤国赢了。就算解开了9连环又如何？这第2道算术题，哪怕你算一辈子也算不出来。不就是个鸡兔同笼和高阶承重小数的结合版吗？看好了，设兔子为 x， 鸡为 y， 根据公式列出风冲组，算出 x 等于48 y 等于32，这就是最终答案。不信你现在自己去数数。这是什么妖术？你居然真的算出来了！天凤国果然藏龙卧虎，本使臣领教了。就这点小伎俩还敢来敲诈天凤国，真是无聊。见过使臣大人。
今日天凤国让本使臣颜面扫地。这是我天玄国的无解奇毒噬魂散，你立刻找机会将其投放到宫中的御膳房和水源之中。使臣大人，这可是灭九族的大罪呀！你没有退路了。若不按本使臣说的做，你通敌卖国的证据，明日就会摆在皇帝的御案上。是，下官明白，下官这便去办。一群废物！皇后与众妃嫔并重至此，你们查了半天，到底查出病因没有？陛下息怒，此事兄不仅高烧不退，且红斑遍布全身，臣等无能。这恐是古书上记载的天罚绝症啊！混账！让你想办法治病，不是听你们在这推卸责任。陛下，此病传染极快，乃是不治之症啊！为了皇上龙体安康，臣等恳请陛下立刻下令封锁后宫，任其自生自灭吧！放屁！一群连病因都查不出来的庸医，居然还想封锁宫门等死！瑶瑶，你脸上戴的是何物？此地危险，你快出去！陛下放心，这叫口罩，能防传染。什么天罚绝症，简直是一派胡言，糊弄君王。你一个小丫头懂什么医术？老夫行医几十年，岂容你在这里胡言乱语？皇后娘娘，这根本不是什么瘟疫，这是细菌感染，外加吸入性轻微中毒。这种病放着我来治，不出3日，我保准让娘娘活蹦乱跳。荒唐！拿个破铁器和一碗清水就想治好皇后的病，真是不自量力！闭上你的乌鸦嘴，等会儿别惊掉下巴。陛下，请您亲自屈尊过来看看。这清澈的水中，为何有无数细小的活物在蠕动？陛下，这就是导致皇后娘娘病重的病菌，有人在宫里的井水中投了毒。妖女，你竟敢用针暗算娘娘！这是抗生素，专治这种病菌。皇上，臣妾这是怎么了？太好了，皇后你终于醒了！李太医，你先前断言此乃不治之症，还样图让朕封锁后宫，险些害死皇后。来人，革去李太医首辅之职，关入大牢，听候发落。哎呀！王太医，你这是想往哪儿跑啊？还有门外那个天玄国的使臣随从，一并给我抓起来！敢在老娘眼皮子底下投毒，今天就让你们知道什么叫自食恶果！既然被你们发现了，本使臣也没什么好隐瞒的。胡尔纳，你天玄国竟敢在朕的后宫下毒，是想与我天凤国开战吗？开战？陛下，您可要想清楚，我天玄国掌控着天下80%的食盐和白糖命脉，若你们敢动本使臣一根汗毛，天玄国便立刻切断对天凤国的所有食盐与白糖供应。陛下，不可啊！若无食盐，我大奉百姓和将士们不出半月便会浑身无力，国将不国。没有我们的矿盐，你们就只能吃那些苦涩有毒的粗盐。识相，立刻放了本使臣，并向我天玄国赔礼道歉。哎呦，我还当是什么了不得的底牌，不就是几块烂盐巴和黄泥糖吗？也只当你在这一飞冲天。无知妖女，没有食盐和白糖，你们天凤国不出1个月就会大乱。尚书大人，去把提炼粗盐和甘蔗汁的工具抬上来。今天我让这没见识的土票子开开眼。睁大你的狗眼看好了，什么才叫真正的提纯技术？这盐居然如雪般洁白，没有一丝杂质和苦涩味，这是鲜盐啊！看见没有，这才叫精盐和白糖。从今天起，我天凤国将全面低价倾销精盐与白糖，彻底切断你天玄国的财路。不可能，这绝不可能！你们怎么会掌握这种神技？瑶瑶，这世上竟有如此清晰的镜子，连头发丝都看得一清二楚。还有这香皂，不仅洗得干净，还带着馥郁的百合花香，这可比那些粗糙的皂角强上100倍。这些是我的出资，我要成立天凤女子商会。世人都瞧不起被休弃的女子，我偏要带着你们用这些香皂和玻璃镜赚干天下的银子，让那些臭男人看看我们的厉害。瑶瑶，既然你信得过我们，我梅影雪这条命以后就卖给商会了，算我一个。往后咱们姐妹齐心，定要闯出一番名堂。瑶瑶，短短3天，咱们的香皂和玻璃镜在京城卖疯了。宋姑娘，不好了，出大事了！别慌，慢慢说，天塌不下来。他们把全京城所有的油脂、碱面和石英砂等原材料全部高价垄断买断了。
什么？没有这些原材料，我们的香皂和玻璃镜根本无法生产，3天后就得全部断货。这群卑鄙无耻的男人打不过我们的生意，就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逼死我们。联合抵制，断我原料。这群老古董真以为垄断了京城这点货就能卡住老娘的脖子？既然他们想玩，那本姑娘就陪他们玩场大的，让他们知道什么叫降维打击。各位夫人小姐，今日的玫瑰香皂和水晶玻璃镜依然是限量50份。宋姑娘，我出双倍价钱，快卖给我一份。夫人莫急，我们尚未今日推出卫兵金卡会员制，只要预存1000两银子，即可成为本会金卡会员。金卡会员不仅能免排队，每日还能优先挑选新品。我存2000两。瑶瑶，你这饥饿营销和会员制简直是神迹！那些保守商会以为断了我们的原材料就能逼死我们，却不知道我们早已从外地运来了新料。他们高价囤积了京城所有的普通原料，结果砸在手里卖不出去，资金链早就断了。想跟现代商业模式斗，蠢货！宁雪，我的好夫人，以前是我瞎了眼，听信了那狐妹子的话骗了你。如今我刚从牢里被放出来，身无分文，求你看在昔日夫妻情分上，让我回商会帮忙吧。首先，我也知道错了，如今我一无所有，只要你肯给我口饭吃，让我做什么都行啊。你当王爷时就不把我们当人看，现在的你，在我眼里连路边的野狗都不如。姐妹们打得好，来人，把这2个脏东西给我一脚踹飞出去，别脏了我们商会的地基。渣男也配求复合呀？这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今天你对我爱搭不理，明天我让你高攀不起。天凤皇帝陛下，万庆代表苗疆，诚心与天凤国修好。万庆早闻2王爷骁勇善战，此番和亲，万庆指明愿嫁2王爷为妻。父皇，儿臣已有。我操，这苗疆公主是个狠人啊！她身上穿戴的这些银饰里，全是用特殊香料养着的致命蛊虫，指明要嫁给2王爷。她这哪里是来和亲的，分明是带了蛊毒来埋雷的。真惨，这女的体内种的是母子情丝，只要跟2王爷圆房，子蛊就会进入2王爷体内，彻底控制2王爷。只可惜她这蛊术还没练到家，她现在体内经脉尽毁，全是被这蛊药反噬的致命剧毒，顶多也就3还跑来当死士，真是蠢到家了。哈哈，公主既然对老二一见钟情，朕自然没有拒绝的考议。父皇，此事不妥，老二不得无礼。公主舟车劳顿，先去驿馆歇息。和亲之事，朕定会给公主一个满意的答复。多谢皇帝陛下。陛下，既然2王爷与万庆无缘，万庆不便强求。万庆听闻崔宇之崔公子才华横溢，相貌堂堂，万庆愿改求嫁于崔公子，以结两邦之好。陛下，微臣何德何能？笑死我了！这个渣男名声早就臭不可闻了，那毒妇体内全是蛊毒，顶多还有3个月活身，这2个祸害凑在一起，简直是绝配。皇上可千万别留他们在京城祸害大家，直接下一道圣旨，让他入赘到苗疆去，让他们2口子回苗疆狗咬狗，火速把这2个人体渣男送走。哈哈哈哈哈哈！好，准奏。崔玉之，朕念你曾有功于朝廷，今日特赐你入赘苗疆，为万庆公主之夫婿。公主，朕已让人备好贺礼，你2人今日便可启程，火速返回苗疆完婚。万宁，谢陛下恩典。皇上，别官急报！快说，发生了何事？天玄国因经济战吃瘪恼羞成怒，如今已集结30万大军压境，威力巨大，已连破我朝2座城池，正朝北境要塞猛攻而来。皇上，天玄国的火铳射程极远，且威力巨大，我军若是正面迎敌，只怕会沦为活被子啊！尚书大人何必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他们有火铳，我们有比他们更厉害的东西。朝那个靶子放！这竟然连玄天甲都能射穿，射程怕是有500步之远。这还不算什么，看看这个，这叫震天雷。都捂住耳朵退后！瑶瑶，此物威力如此惊人，若能投入战场，那天玄国30万大军何足挂齿？那当然，这可是我用系统制作的积分兑换的改良版黑火药配方，炸他们一个屁滚尿流，轻而易举。公布听令，朕命你们即日起集结所有人手，日夜赶制神机弩与震天雷，不得有半点延误。微臣领旨，定当竭尽全力。父皇，儿臣有一隐忧，此等神兵利器一旦开始大量赶制，天玄国的细作定会受到丰盛。从京城到北境要塞，山高路远，押送途中地势险要，若细作在半路设伏抢夺，甚至直接引爆摧毁，
我军不仅前功尽弃，还会将此等神器白白拱手让人啊！皇上，臣女有一妙计。瑶瑶，快把这些都收起来！这些古人怎么可能想到我身上有随身空间这种作弊利器？只要我把所有的神臂弩和震天雷都装进空间，谁也别想抢走。皇上，我有妙计可破此局，我们可以兵分两路。哦，如何兵分两路？明面上，我们大张旗鼓地安排一支重兵，押送几十车军火出城。四王爷，这苦差事得交给你。你带人拉着那些装满石头和沙子的空箱子，一路上有多张扬就多张扬，把那些细作和杀手的目光全部吸引过去。啊！让本王去当诱饵？那真正的军火呢？真正的军火自然由我亲自带去。对啊，瑶瑶有那仙家秀丽乾坤的法宝，世人皆以为军火在马车上，谁能想到全在他的仙家空间里？好，此计甚妙。老二、老四，你们先退下，去准备空箱子和车马。儿臣遵旨。瑶瑶，快把这些都收起来。收，全给我收进去！这下万无一失了。看那些天玄国的细作怎么抢。瑶瑶，此去边关路途遥远，朕已经给你挑选了10名最顶尖的暗卫，暗中护送你。皇上放心，等我的好消息吧。客官，小店简陋，您几位先喝口热茶解解乏。系统早就报警了，这茶里下了双倍剂量的蒙汗药，真是一家黑店啊！这茶怎么有点晕？还以为是什么扎手的硬点子硬茬，结果一口茶就全放倒了。动作快点，把他们的行李都搜干净，值钱的都拿出来。我的手！就你这劣质蒙汗水，也想毒倒姑奶奶？你给我吃了什么？这叫软筋散，中招便浑身无力。3声之内交代你的身份，不然便任由药力折磨下去。1、2。我说，我们是天玄国派来的暗桩，奉命守在这必经之路上，拦截朝廷送往北京的补剑。这里还有多少你们的人？据点在哪？就在后院地窖里，还有10几个兄弟，物资也都在里面。求你给我解药吧！把这几个人绑了，其余人跟着我把后院的细作一网打尽，端了他们的老巢。宁老将军，您可认得此物？你是瑶瑶？你们都退下，守在帐外，没有老夫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入内。末将遵旨。你这丫头胡闹！边关现在正在打仗，你怎么敢孤身女扮男装跑来？外公，是皇上让我来的，我带来了能退天玄国大军的神兵利器，就在我这儿。当真？外公放心，我绝不拿您的命开玩笑。此事重大，军中是否有敌方眼线还未可知，必须小心。老夫明白了，今晚你先歇在旁边偏帐。这军营里找个茅厕真费劲。林训华，他竟然是内鬼，大半夜不睡觉，在这放信鸽，绝对是给天玄国传递神兵利器的情报。谁？林副将，大半夜的，你这是在给谁传信？老将军，我李训华，老夫待你不薄，你竟然背叛朝廷，给敌国传递我方军火消息！来人，将这逆贼给老夫拿下，打入死牢！林训华，你跟随老夫10余年，为何要背叛朝廷，投靠天玄国？为什么？老将军，
我不像你家大业大，我想要一条活路。天玄国的青楼花魁红英已经怀了我的骨肉。天玄国答应我，只要我送出这次的军火情报，就保我们一家3口一世荣华富贵。真是个大聪明，居然被一个女系所假怀孕的烂姐又给骗了。这智商是怎么当上副将的？林副将，你可真是糊涂啊！你可知那红英根本没有怀孕？不可能，她亲口告诉我的，大夫也诊断过了，绝不可能有假。她是天玄国精心培养的戏子，吃点药伪装喜事对她来说易如反掌。带上所有人，连夜包围他们接头的祭典，禁欲堵包。红英，你假借怀孕策反我军副将，如今人赃并获，你还有何话可说？林训华那个蠢货，不过是主子眼里的一条狗罢了。怀孕？老娘怎么可能怀上她的贱种？林副将，那红英已经被抓了，她亲口承认自己根本没怀孕，还骂你是个蠢货。假的，全都是假的，我害了全军兄弟。内鬼已经肃清，城内的细作也一网打尽了。瑶瑶，你说的神兵利器到底在哪儿？外公，看好了。外公，有了这些，天玄国的军队来多少，我们就打多少。宁老儿，识相的就快开城投降，否则本将今日踏平你们北境，城破之日鸡犬不留。打仗，姑奶奶直接给你来个阵前大广播，看我不把你们天玄国的军心给彻底瓦解了。瑶瑶，你手里拿的这又是何物？外公，这叫千里传音降维打击器，您就瞧好吧。对面的继承员，你给我听好了！季大将军，你在这里带着兄弟们拼命，你知不知道你的老巢已经被偷了？你那新婚妻子，还有你刚满3岁的独子，早在你出征后的第3天，就被你们天玄国的狗皇帝以保护的名义，全部关进内廷，软禁起来当人质了。妖女，休要在这里妖言惑众！我是不是胡说，你心里最清楚。你们的皇帝忌惮你季家军权已久，你以为你打赢了就能封侯拜相？只要你打完这场仗，无论输赢，等待你们季家的就是满门抄斩。休听妖女胡言！我冲队上前，给我强行开火，轰平城池！等的就是你们！焰火，给老夫发射震天雷！城门开，全军出击！我戳纪灵渊！宁老儿，要杀便杀！我季承元若是皱一下眉，就不是男人。季将军，死很容易，可你想过你的妻儿吗？你若死在大景朝，天玄国那个多疑的皇帝会放过他们吗？他们会被当成叛臣家属，受尽折磨而死。你难道想让他们给你陪葬？那本将能如何？如今我已是阶下囚，根本护不住他们。我能护，季将军，我们做个交易如何？交易？你凭什么？我亲自去一趟天玄国京城，替你悄儿平安救出。你此话当真？那可是天玄内廷，守卫森严。只要江收带着你的季家军归降天凤国，从此为我朝效力。
小五，探子的消息打探到了吗？那天玄国皇帝听说前线纪灵渊大败，大军溃退的消息后，早已吓破了胆。那昏君为了躲避战火，连夜搬去了西郊行宫。不仅如此，他因为极度怕死，竟然将驻守在天玄国皇城内的大半禁军精锐抽调走去行宫护驾了。你是说，现在的天玄国皇宫根本没有多少守卫？正是。如今的天玄国京城和皇宫守备极其空虚，只剩下一群老弱病残的城防军在装样子。不过，这会不会是天玄国皇帝设下的圈套，故意引我们上钩？那个贪生怕死的昏君要是能有这智商，天玄国也不至于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了。皇城空虚，禁军调走，这简直就是把肥肉送到我嘴边啊！天助我也！哈哈哈哈哈！走，跟我去天玄国皇宫透驾！水牢就在冷宫假山下面，前面有2个暗哨。可是季将军的家眷，你们是什么人？季将军已归降天凤国，我是来救你们的，快走！多谢恩人。本王就知道，季承渊一定会找人来救他妻儿。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今晚你们全都要死在这里！给本太子放箭！放箭！真以为你们能拦得住老娘？给本王把他们射成马蜂窝！小五，掩护！那是什么东西？还在冒火星？你到底用了什么妖术？这叫定点爆破。皇宫里的守卫被这动静吸引过来，还需要点时间，我们立刻撤。是。快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天玄国库，小五，你们先带柳氏母子出宫，去接头点等我。你要干什么去？来都来了，我去国库逛一圈。什么人？国库重地，胆敢擅闯！来搬空你们家底的人。发财了，发财了！这可是天玄国几百年积攒的家底，昏君跑路嫌重没带走，这下全便宜老娘了。系统，给我收！打仗是吧？今天姑奶奶就给你们来个釜底抽薪，没钱没粮，看你们拿什么打！陵园购简直不要太爽，拿走统统拿走，连个木架子都别给他们留。完美，打完收工。不可能！国库钱呢？粮草呢？我天玄国的国库去哪儿了？本王的国库竟然全部搬走了，哪怕给本王留个铜板呢？宋瑶瑶，为什么与你势不两立？郡主，您终于出来了。他们在那里，快抓住他们，死活不论！反应还挺快，
可惜你们连老娘的衣角都碰不到。闭眼，捂住口鼻。什么妖法？什么都看不见了！走，按原定路线撤退。外公，我回来了。爷爷，夫君，我们得救了，多亏了这位宋姑娘。他居然真的做到了。天玄国皇宫守卫森严，他竟能在短短几日内把我的妻儿毫发无伤的带出来。宋姑娘大恩大德，季泽渊没齿难忘。老将军，天玄国不仁不义，我季承元今日起愿率领季家军全军归降天凤国。季将军深明大义，老夫这就上报朝廷，你那10万精锐旧部便全部编入我北境大军，随老夫一同抗敌，踏平天玄国。末将领命，万死不辞。完美，天玄国那群没钱没粮的缩头乌龟就彻底没得玩了。老将军，天玄国大军得知国库空虚、粮饷断绝的消息后，已经彻底炸营了。各路守军士气全无，纷纷开城投降，根本组织不起任何抵抗。我家长驱直入，未予阻碍。失去了粮草支撑，再加上主将归降，他们这仗根本打不下去。传令三军，不要在这些残兵身上浪费时间，全速推进。今日日落之前，必须将天玄国都城给老夫死死围住。天玄国皇帝以满朝文武已无战心，外围守军皆已望风而降，速速大开城门，缴械投降。老夫可保全城百姓性命。宁老匹夫，你少在城下大放厥词！朕这城墙高10丈，城门全是由精铁浇筑，你们拿什么攻城？朕就算死守，也能把你们这群反贼活活耗死在城外。有本事你们就凭空飞进城来！飞进去？这老东西对现代火力的拆迁能力真是一无所知。外公，既然这昏君对他的城墙这么自信，那我就免费帮他搞个城门拆迁工程。我们先撤，回去准备准备。不是说要攻城吗？怎么现在就走了？还好抄了天玄国国库，系统能力直接暴涨，刚好能换热气球材料包，这波绝对不亏。小五，立刻把咱们军中最手巧的兄弟全部叫进来，速度要快。别愣着了，马上按这张图纸拼装，把帆布用粗线死死缝合，金属罐子固定在藤框正中间，今夜有大用处。外公，昏君不是让我们飞进去吗？今晚我们就如他所愿。检查连弩和炸药包，立刻登蓝。遵命。我们越过城墙了，城楼上的守军全在盯着地面，根本没发现天上有人。昏君，你不是仗着城墙高吗？那我就给你来一场人工降雨，物理催眠套餐，了解一下。告诉兄弟们，把防毒面罩都戴好。这是我特制的改良版高阶猛杀药，一闻就倒，让大家把药粉全部解开，对着城墙和兵营，给我均匀的撒下去。这是什么东西？这大热天的，怎么下起雪来了？啊去啊去！什么下雪？这味道怎么有点刺鼻？药效发作了，城墙上的守军全都倒了。
等药散了再降落。小五，带人去开城门。城门已开，全军听令，随老夫冲锋！给老夫拿下！怎么回事？宁老主府怎么会在这里？我的10丈高的城墙怎么会被攻破？反了！你们这群反贼！来人，护驾！外面的禁军都死哪儿去了？别喊了，你的禁军在外面睡得比你还死。你这昏君，登基以来横征暴敛，大清土木，弄得天玄国天怒人怨。你为了一己私欲，致使国库空虚，连边防将士的军饷和粮草都发不出，让他们忍饥挨饿。今日国破家亡，全是你这暴君咎由自取，怨不得任何人。这份降书盖上玉玺，老夫可保你不死。否则，今日就拿你的首级祭旗。天玄国皇帝已递交降书，从今日起，天玄国王所有版图正式并入我天凤国。天凤君威武，护国郡主千岁！系统奖励的纯种汗血宝马就是拉风，今天这波出场必须赚足眼球，才对得起我在前线吃了那么多亏。那囚车里关着的，莫非就是天玄国那个不可一世的皇帝？竟然真的被活捉了！不仅生擒了敌国皇帝，还兵不血刃拿下了整个天玄国的版图。宁老将军和郡主立下的可是开疆拓土的不世之功啊！好，宁老将军、季爱卿，还有朕的福星瑶瑶，你们扬我国威，扩我疆土。朕今日率领满朝文武，亲自在这城楼之上迎你们入城。这本册子是从天玄国皇帝的御书房密库里搜出来的机密名册，里面清清楚楚地记录了天玄国潜伏在我天凤国京城多年的所有高级暗桩和细作。现在我念到名字的人自己站出来。礼部侍郎王平。不可能，天玄国都亡了，这名单怎么会完好无损地落到他手里？冤枉啊，郡主！微臣对天凤国忠心耿耿，这名单肯定是天玄国的离间计。离间计？名单上连你每月15从天玄国暗中钱庄领多少银票都写得明明白白，你传递了哪些官员的行踪，上面一字不差。禁军何在？拿下！太仆寺少卿李长林，光禄寺称赵四海。看来这几年天玄国在咱们京城撒的网还真不小。还有最后一条隐藏了30年的大狱，兵部左侍郎陈正清代，您还要藏到什么时候？30年了，我改头换面爬到兵部侍郎的位置，竟然败在了一本破册子上。你血口喷人！老夫历经2朝，怎么可能是细作？皇上，你要为老臣做主啊！陈大人，3年前西北边患，我军粮草路线泄了，就是你利用兵部职务之便传出去的。你真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白纸黑字加上你的私音 tab， 都在这名册里夹着。陈正清，朕待你不薄，事到如今，你还敢狡辩？禁军，把这个吃里扒外的叛徒拖出去，斩首示众。传朕旨意，今日名单上所有细作全部打入死牢，绝不姑息。从今往后，我天凤国京城内患彻底肃清。
你们两个在这里守着，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靠近这个房间，更不准打开箱子，违者军法处置。是。内奸全都处理干净了，现在该轮到展示真正的技术了。这怎么可能？这么多金银珠宝是从哪里冒出来的？瑶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皇上，我去了一趟天玄国皇宫，顺便去他们的国库里溜达了圈。天玄国皇帝搜刮的民脂民膏全在这儿了，我把他的国库全部搬空，1文钱都没给他留。这是天玄国的传国玉玺和镇国夜明珠，据说那颗珠子能照亮整个皇宫，夜里不用点灯。那边是天玄国历代皇帝收藏的上古兵器，还有西域进贡的千年人参，南海采的1丈红珊瑚。有了这些金山银山，咱们天凤国的国库起码能丰盈10倍以上。好啊，以后咱们将士们的军饷和兵器再也不用发愁了。传朕的旨意，今日起大赦天下，免除全国百姓3年赋税。朕要让天下万民共享着天凤盛世。瑶瑶，你来了。瑶瑶，咱们女子商会这个月的利润又翻了整整2番。如今天下36州，包括刚收复的天玄国地界，全都有咱们商会的分号。咱们的业务算是彻底拓展到全天下了。多亏了你们打理，我最新改良的连轴纺织机和脂粉提纯技术已经全面下发到各地的工坊了。只要核心技术在咱们手里，产出的东西永远是全天下最好的，就不愁赚不到银子。当初咱们成立商会，只想为天下女子争一口气，没想到如今这天下首富的名头竟落在了咱们的头上。我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看清楚，跟着我宋瑶瑶能买下这大好江山。各位夫人、小姐，行行好，赏口馊饭吃吧。我已经3天没要到饭了。哟，这不是以前整天打骂妻妾，逢人就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杜大少爷吗？以前仗着男人份作威作福，如今家道中落，连要饭都没人愿意施舍你，活该！想当年我坐拥家产何等风光，如今财力雄厚执掌局面的竟是一众女子。宋瑶瑶，把钱交出来！你们女人的钱就该给我们男人花，给我钱！你心心念念的男尊女卑，如今连一口骚饭都换不来。世道没变，只是属于你们这些废物的时代被我亲手踩碎了。皇上，北方赤地千里，江河彻底断流，如今几百万灾民易子而食，饿殍遍野，流民已经开始冲击州府，再不放粮，不出3日，必生大乱啊！皇上，放粮？朕拿什么放？国库里堆着金山石山，可连年大旱，天下无粮可买。朕养你们这群百官，难道都是饭桶吗？说话啊！朕拿什么放？国库里堆着金山石山，可连年大旱，天下无粮可买。朕养你们这群百官，难道都是饭桶吗？说话啊！皇上，此乃天怒，非人力可为啊！有钱也变不出100万人的口粮啊！天怒，天灾要人命，我宋瑶瑶今天偏要跟老天抢命。瑶瑶，你难道有破局之法？有钱买不到粮，那我就自己造一个天下粮仓。这是何物？能救天凤国国运的神物，高产土豆和杂交水稻种子。这些作物极其耐旱，生冷不忌，亩产不是几百斤，而是几千斤。亩产数千斤，
这怎么可能？简直是天方夜谭！是不是天方夜谭？种进地里就知道。这本册子上写着抗旱种植法，就算是傻子照着做也能活。皇上，立刻下发全国，派专人死盯着灾民种下去。只要熬过这1个月的生长期，我保天凤国100年再无饥荒。这可是几百万人的性命。若救不活这几百万灾民，我宋瑶瑶项上人头，皇上随时拿去。但若种出来了，满朝文武都要去田间地头给天下农户磕头认错。你们敢不敢赌？神迹啊！亩产几千斤的粮食，活了这么大岁数见都没见过，我们活下来了！多谢郡主救命之恩，千岁千岁！瑶瑶，你救了100万灾民，立下了不世之功，朕今日要封你为镇国长公主。皇上，臣女愧不敢当，拯救百姓本就是臣女分内之事。况且北方灾区刚刚恢复，这些封赏不如换成粮食和农具分给灾民更有意义。郡主以一己之力救北方1000万百姓，这伞上是几百万灾民的名字，请郡主受苍生一拜。这天凤国的太平，我宋瑶瑶守得住。瑶瑶，你可算回来了！今天皇宫广场的异象，整个京城都传遍了，娘担心死了。你没事吧？娘，我没事。宿主，恭喜你成功解锁终极权限，现在为你详细介绍终极形态的功能。说吧，都有什么新功能？丁，系统终极商城已彻底开启，成功解锁终极物品洗髓延寿丹。这可是真正能让人洗金伐髓、延年益寿的仙丹，怀璧其罪的道理我比谁都懂。若是被外人知晓，定会惹来杀身之祸。爹娘，这是洗髓延寿丹，天下仅此3颗，你们立刻服下，能强身健体、延年益寿。还剩最后1颗，必须交由皇上。只有让皇上得了这天大的好处，咱们家才能有最大的靠山，永保太平。皇上，此乃终极神物洗髓延寿丹，服下此丹可洗金伐髓，让人返老还童、延年益寿。天下仅此1颗，特来献给皇上。瑶瑶，此等绝世仙药，你竟愿意献给朕？这怎么可能？朕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朕竟然真的返老还童，年轻了足足20岁。好，瑶瑶，你对我天凤国，对朕恩同造化。来人，掌灯！朕今日要颁发一道惊天圣旨。这是皇上，皇上怎会变得如此年轻？肃静！宣读朕昨夜拟定的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郡主宋瑶瑶数次解救我天凤国于危难之间，极限精纯食盐之法，造火药枪炮之利器，助大军灭亡天玄国，又赐神种，解北方数百万灾民饥荒之困。朕特敕封宋瑶瑶为镇国长公主。皇上三思，自古没有异姓女子封镇国长公主之先例，此举恐违背祖制，难以服众啊！祖制？若非宋瑶瑶，这天凤国的江山早就被天玄国踏平了。返老还童的药效确实猛，连这底气都足了不少。镇国长公主的名头倒是够威风。皇上，您这是做什么？瑶瑶，朕膝下那几个皇子全都是酒囊饭袋，加起来都不如你一根手指头。这天凤国的江山只有交给你才能千秋万代，这皇位你来做吧。让我天天起早贪黑批奏折，想得美！老娘好不容易有了系统，只想当一条混吃等死的咸鱼。哎呀，我不行了，我这心口咽痛，实在受不住这天大的恩赐。瑶瑶，你别装了，昨日太医才说你气血充盈，快起来，这皇位非你莫属，朕这就下旨。听不见，我病入膏肓，耳朵也聋了，这皇帝我不当。长公主，你就可怜可怜我吧！我一看到那些奏折就头疼欲裂，根本不是当皇帝的料。您若不接着皇位，父皇非逼着我监国不可，那可是会折寿的呀！
是啊，长公主，我的志向是游山玩水、寻仙问道。这皇宫的红墙绿瓦对我来说就是牢笼啊！求求您大发慈悲，登基称帝吧！只要您当皇帝，我们兄弟几个天天给您端茶倒水都行。长公主，我只会吃喝玩乐，大字都不识多数。天凤国交给我，不出3天就得亡国，还是您来坐着皇位吧。瑶瑶，你看，这几个不争气的东西都这么通情达理，你就别推辞了，快点接旨吧。不管，我头晕眼花，四肢无力，马上就要驾鹤西去。这皇帝谁爱当谁当，反正我不当。罢了罢了，你这丫头脾气倒是比牛还要倔上几分。既然你拼了命也不愿接下这皇位，朕也不逼迫你了，快起来吧，别躺在地上了。皇上英明，我就知道您最体恤功臣了，绝对不会为难我。传朕旨意，镇国长公主宋瑶瑶与天凤国有大功，特赐其无上特权。从今往后，镇国长公主见君不贵，上朝自由，无论任何场合，谁也不得以此为由干涉弹劾，若有违令者，定斩不饶。皇上圣明，臣等遵旨。除此之外，朕再将京郊那座最奢华的神仙山庄全部赏赐于宋瑶瑶，里面一应俱全，连同奴仆田产全归你所有，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多谢皇上恩典，这赏赐我可太喜欢了，绝不推辞。舒坦，这才是人过的日子。终于彻底脱离了5更天打工人的苦海，再也不用天还没亮就爬起来去朝堂上站岗。从今天起，老娘正式开启养老咸鱼生活了。这毛肚必须得7上8下才脆生，快给朕再端2盘切好的肥牛来。皇上，这羊肉串烤得正冒油，臣这就给您端过去。宿主，最新鲜的跨国大瓜来了！远在西边万里之外的波斯国出事了！快说，波斯国怎么了？我最喜欢听这种外邦的八卦了。他们那个60多岁的国王，昨天半夜起夜，竟然一头栽进茅房的粪坑里了。听见没？卑斯国国王掉粪坑了！这八卦听着，手里的羊肉串都更香了。不仅如此啊，他被太监捞上来的时候，手里还死死抓着辛纳小妾的肚兜呢。这老头一把年纪了，还这么花心，这下好了，不仅丢了人，还弄了一身臭气。我看他以后拿什么脸面上朝？皇上，今天的辣椒真辣，辣得臣想笑，不是辣得臣想哭啊！卷什么卷？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盛世如我所愿，我宋瑶瑶就该躺在金山银山上，吃遍天下所有的瓜。等等，宿主，先别躺。天凤国后宫太后那边又出了一个惊天彻地的不伦大瓜。什么？快扶我起来！